哎，那黑羊头啊，哦。前2天我们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，今天打粪泥土，早早的师傅他们就过来了。我去城里面买了些菜，因为打这个粪泥土中间是不能休息的，我们要一口气全部打完，所以呢，我就负责给师傅他们煮饭，然后他们都在忙着。今天买了猪脚，还买了些萝卜，做一个菜就行了。现在师傅他们就在楼顶，先把这个3楼的小房间顶上的粪泥土先打了。打这个粪泥土还是挺快的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在楼顶的位置那块线脚板已经打好了，现在就打这个地面的。之前很早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吧？村子里面加上政府的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就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这栋房子超出面积了，属于违建。那我们打粪泥土现在就想到了，凭着房子来打，这边的位置全部不打粪泥土。如果我们房子建好了，完全改造好了，违建了之后，我们面临拆除的可能就从这块位置，整个院墙那边全部都要拆，然后这边呢，凭着房子这一路过去应该是100多个平方，180左右吧，应该差不多吧。这边超出的面积我们可以拆，但是这边打了粪泥土的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就给它全部保留着了。粪泥土打好了，要从上面覆盖一层薄膜，主要起到一个保湿，还有对这层粪泥土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。啊？没进。现在要打一遍震动棒，因为这个是商品的粪泥土。它所有的配比都是有严格的标准，它的泥浆是非常好的，这样子震动棒稍微的震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们打这个地面呢也是非常厚，将近差不多有20公分左右，因为这上面呢要停车要开车，可能还要拉一些比较重的一些东西，所以整个地面呢我们打厚一点，以后它的使用起来也更好一些。这个大门的位置我们留的是3.8米的尺寸，然后2根立柱中间进去2米左右，我们打一个平台，相当于这个平呢是和这边的地面是同一个平面之上，然后那边呢再作为一个倾斜。大哥也说了，这边的粪泥土的平呢，水流的方向就是往楼梯踏步流下去的，流到厨房的方向，所以呢这边做一个平。过去2米左右，再做一个倾斜，意思也就是做好了这2扇大门之后，开关要更方便一些，一个平面，方便于开关大门。这个位置之前堆了一些沙石在里面，现在要把它清出来，全部打上一层厚厚的粪泥土。啊，跟那还没带浆不行了，要不带你浆。
搞的这时候你看都打好了。哪知道他这么最迟8点钟。这个很快的。我知道，哪有这么快就来了？好。混来了没弄的？混来着。那现在办了嘛？啊。混来了没用了？对了，那得煎我的。啊，对了，弄了。啊，对了，那得煎我的。啊？你不接管子，马上别人打了啦。哦，那个。啊。这买的人叫你们去搞的。叫人搞，你从那边你叫那个老石，叫老石就给装了，快去了。你从那边爬进去啊？他在那里啊。好。现在走路都没地方走了，全部都是粪泥土，一踩就脏鞋子。现在大哥从围墙那边走过去。把这个材料也是管子递给师傅，让师傅安装一下。大哥啊，不听人劝。本来我们说这个楼梯踏步坐在那边，到时候这边高一点，整个水就排不到厨房里面了。但是他要这么做，把楼梯踏步装在这边，然后打粪泥土的时候，我们尽可能的把厨房里面打高一点，要不然一下大雨，所有的上面院子的雨水全部往这边冲，就会冲到这个厨房里面。现在只能把厨房打厚一点，这边打薄一点，水呢尽可能往这边流，不知道水急的时候流不流得出去，我估计都很难，因为这个落差将近有1.89米左右，水大的时候冲的速度是很快的，很可能要到房子里面。但是现在他要这么做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只能说里面打厚一点，外面打薄一点。那里面肯定要打高，你不打高就要积水，比你这边肯定高的。微风稿子俩都500分的保养啊。这边的粪泥土基本上已经打好了，我们是分开2个师傅在这底下把这个粪泥土先初步的爬平，上面呢2个师傅盖这个薄膜。看整个这上面和下面这个粪泥土啊，将近是有100多平左右，将近打了最厚的可能打到20多公分，最薄的也有15、16公分。所要的粪泥土还是挺多的。那边大树的位置我们砌了一个发池，用砖砌的。然后整个这个台阶的位置呢，大概留个15到16公分左右的高度，然后走上来，大概就这样子。这边就稍微低一点点，尽可能的水往这个砖墙的位置排出去，要不然实在没办法做这个排水了。还剩一点点粪泥土，现在就打在院子入口的位置。那边呢要打厚一点，要装一道铁门，然后进进出出的车子都要往那边走。打厚一点的话，车子压在上面要结实一些。各行的带挂项目了。
现在把这个泵车里面的混凝土全部清空，大概还有个几斗车的样子，将近有1到2方左右吧。因为这个天泵车呢，它所有的管道里面，这个时候全部都是混凝土，直接就倒在门口的位置，用人工给它爬平。管了，我这个水路，也没队伍，单的泵没办法，没人了。也不能说100%可以交，是吧？